刚刚就是我们的 vlog。装潢了大概5个多月，现在住了2个月，所以我们就要来拍一集开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新房子。对，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欢迎光临来到我们的新家。好，首先来到我们的玄关区。那我玄关区一进来呢，就是有做一个落尘区的规划，地板颜色会跟室内的不一样。那不过他们2个都是一样用 IWF 无机防水地板去铺的。那我们一进到玄关呢，右手边我们先做一个鞋柜啊，跟一些抽屉的规划。那鞋柜的话，我们里面一样是用旋转鞋架。那在我们之前的影片有提到过，那如果还没有看过的，可以去上一集影片看。然后在收纳的部分，我们这边做一个半弧形的。就是设计，然后再加2个展示的 LED 灯条，其实整体做起来是蛮漂亮的，自己讲。然后对，就是这个算是有呼应到我们等一下室内的一些设计啊，所以这边做一个半弧形设计，然后下面是有3个大的抽屉。我们这个大门后来是有做贴皮，因为我们本来的颜色是比较偏向核桃木色的玄关门，那可能跟我们的整体风格比较不搭，那我们就选了一个贴皮。不过呢，这个贴皮当初我们选色的时候有点小失误，所以我们以为它贴上去会比旁边的奶油色来得更深一点，结果后来贴上去的时候它是比较浅的。后来我们觉得有点像逃生门。对，但不要这样想就好，就将错就错，就先这样用了。那我们玄关呢，还有一个很神秘的空间，就是在这个玄关正上面，我们在上面也是有做一个收纳的空间，然后把这个推开之后呢，里面还有加灯。所以在上面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可以收一些不常用的东西或者行李箱之类的。然后我们的空间大概到这边哦。OK， 拆下来，对，这样就好了。然后进门的左手边就是做一个置物的台面，2个抽屉跟2个收纳的层板柜体，边边角角都有在设计一些圆弧的设计来跟我们整体的风格是做呼应的，就是进门就可以放一些东西比较方便。那在这个台面的上方这边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电箱。那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适合的东西来遮它，但目前也没有觉得它很突兀，所以就先这样放着。我们这次选用的是就是智慧开关的部分，就像在出门的时候可以一键关灯啊，或是在室内做一些情境的设计上都还蛮方便的，都可以用手机控制这样。我们的玄关区延伸过来就是我们的电视墙。根据之前的经验，就是有那个电视柜的话，其实会让整个空间感不太好，所以我们这次就把电视下面的电视柜取消，然后直接把电视柜的里面的东西全部都移到这个鞋柜延伸出来的这个柜子，然后是用一个线板的设计去做。那这个里面呢，我们其实都有从电视后面的这个墙去挖凹道。让它可以把线穿到这边，所以我们的所有 WiFi 机啊，还有 Switch 啊，还有各种机上盒的东西，都是放在这个柜子里面的。我们的电视墙是用一个弧形的设计，上面是选用艺术涂料，然后它有一种羽毛的感觉。电视下面我们就很简单的是沿用我们之前旧家的这个 BOSS 音响。我们为了让整个电视墙看起来干净一点，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用木座定了一个位置给这台音响，让它可以直接悬在这边。然后我们的整个电视墙一直延伸到鞋柜下方，整片都有做灯条，可以让整个室内的空间的亮度比较高一点。因为我们地板是白色的，所以看起来的视觉效果会比较宽敞。电视墙的对面当然就是我们的沙发区啦。沙发就是沿用我们旧房子搬过来的沙发，在之前那个房子沙发显得有点太大了，因为我们的客厅比较小，那这边客厅有稍微比较宽一点，所以放这个沙发就觉得刚刚好。那沙发的背靠呢，我们是靠在一个矮墙上，这是我们后来做的。这边原本是一面墙，然后厨房那一区都是原本的主卧房，我们就把它改成一个比较开放式的空间。上面做了一个吧台之后，再一直延伸过去就是厨房，所以一进门会觉得整个家里会比较大的感觉。好，然后沙发后面呢，这个就是我们吧台区，配2张这个吧台椅。这吧台区我们算是把它当做一个是多功能的区域，平常的时候可以坐在这边吃饭啊、聊天，然后看电视蛮方便的之外呢，
我们里面有2张可以推出来的电脑桌，那我们有时候会把电脑桌移到外面来，然后在这边办公。直接电脑放这边也是可以，但是因为长时间办公的话，我们就会把电脑拿出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窗台区，这个窗户呢，它是折叠的百叶窗，它是有轨道的设计，所以它是可以全部收到左边，就依着轨道这样一个一个折起来。它总共有3组，然后前面就是做一个窗台，你可以在那边泡咖啡，下面就是满满的收纳柜，然后有放一些瓶瓶罐罐啊、零食啊之类的。然后这边的话，我们选用都是用这种拍拍手的设计，没有把手，你整体看起来比较干净。但是有个缺点就是会不小心，你比如说你只放在这边，就不小心就一堆筷子弹出来了，所以就是要使用的时候要习惯一下。好，然后窗台前面的话就是我们的餐桌，那这边就是沿用上间房子的餐桌，然后旁边连接的是一个中岛。那中岛底下的话，就是有一些电器柜跟收纳柜的部分。然后在这边中岛对面就是我们之前的冰箱，然后上面搭配一个收纳柜。这边如果你有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这边墙壁的油漆是跟客厅是不一样的，它是浅灰色。因为我们觉得浅灰色跟黑色的电器以及这柜体的颜色比较搭。好，然后再来走到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厨房区。那厨房的话是有选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水龙头，它是感应式的，它可以感应开水，然后可以切换它的功能，然后感应关水，这样就不用一直去拨那个水龙头的拨杆。这一次我们的厨房就是瓦斯拉管会离本来的地方太远，有一些问题要克服，所以我们就选用 IH 炉。上面的话，我们这次选用的抽油烟机是顶侧双吸式的抽油烟机，那可以加强我们抽吸油烟的效率。然后这边有配一个洗碗机，徽因的救星。然后在洗碗机对面呢，特地有规划的空间是给垃圾桶跟回收桶的。这个在规划厨房的时候都要特别留意，不然就会垃圾桶会放在外面不好看之类的。然后我们厨房因为有设计这个中岛，然后有做一个算是回字形的动线设计，所以其实2个人或3个人在厨房使用上都很宽裕，大家可以在中岛上做一些料理或者是处理一些食材，不会跟使用火炉的人去卡到。好，然后在这边呢，就是刚刚有提到有电器柜，那我们有做那个抽拉盘的设计，下方的话也在做一个收纳的柜体。厨房区就到这边。然后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公区整个灯光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圈延伸到厨房的环形灯。那这个灯我们其实自己是非常的喜欢，因为它可以让整个空间很延伸，然后整体视觉感又做得很漂亮。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次也有把上一间的吊扇带过来，这一新家就是在选灯窗设计师就推荐我们用这种筒灯。它的灯源是比较下面的，那会低于吊扇，那这样吊扇在转的时候就不会有灯光的残影。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筒灯，它可以微调角度。那其实这个 spotlight 照在这个艺术漆的漆面上，其实会有点 bling bling 的感觉，整体来说就会很漂亮。厨房这一区的话，就是我们这次有选用一个圆形的吊灯，那这个吊灯它有3段的颜色。那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使用情境去做一个变换，窗台然后还有我们的厨房区都有做一些砍灯，增加一些灯源。然后我们接下来走到这边的话，这一区就是另外一区的摆设区，就是放一些照片跟摆饰。然后再走过来呢，这个呢看起来像柱子的东西，它其实是我们的污衣柜。那里面就是放一些外套帽子手套的出门用的东西，就会暂时放在这边比较方便。然后再过来呢，这边就有2间房间，然后跟1间客用的厕所。好，那我们先开箱我们的客用卫浴的部分。那客用卫浴的话，因为我们本来是1间卫浴，把它变成2间卫浴，所以地板的话都有做稍微垫高，所以上就有个门槛。那里面的主体的瓷砖就是选用2个不同面的灰色瓷砖为主，然后就是一个五角形的淋浴区，然后配上洗手台跟马桶。洗手台的话，我们选用是一个比较大跟深的脸盆。墙面的话，就是选用一个蓝色的漆做一个跳色，然后配上一个铁灰色的柜体。那整体搭配起来，我们觉得色调也是蛮漂亮的。然后进柜的话，我们就是上下都有做灯条，做一个间接照明的设计。好，然后再来就是看一下我们的客卧。客卧的话，我们这次其实简单来说是做一个空房的规划，因为我们想要保留多一点弹性。那目前的话，就是主要是放我们2张电脑桌，但是如果有人在家辦公的话，可能会把这个移到客厅。这边预计是放一张单人加大的床。
如果有朋友来的话，可以做灵活的变动。进来的右边的话，这边有一个未来可以做衣柜或者小孩衣柜的规划，然后这边有放一台那个，这台叫什么？电子衣橱。电子衣橱 ，LG 的电子衣橱，对，配上一个可调式灯光的吸顶灯。然后我们在这边还有做一个收纳的规划，主要是拿来放行李箱或是一些杂物，争取多一点收纳空间。空间大概是从这边到这边，然后深度的话应该有到这边。对，但是因为不会放那么深啊，因为你拿不到，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会使用到这一区可以用的空间为主。那都有做一些那个脚材的加强，让它不会垮下来。我们会做这些收纳空间，是因为我们这间房子的梁柱其实蛮多的，所以如果说我们都全部封起来，没有做收纳空间的话，它其实上面的空间都很浪费。因为像这边就有一根很粗的梁，这边又没有。那如果你这样沿着做过来，上面都浪费掉，其实空间真的会牺牲掉蛮多的。所以我们就是想办法做一些加分的项目。好，然后在我们进主卧之前，我发现我刚刚忘记讲我们家的室内门。我们家室内门的选用的颜色也是跟这个燕麦是很搭的一个色系，然后它是有点编织纹的感觉，而且它这个门有一个特色是它标榜它隔音效果很好。那它隔音效果是怎么做得好呢？它就是在它关门的时候，它下面会有个气压条会往下压，然后就会更阻绝下面这边的噪音。然后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实际测过，这个隔音效果是真的蛮不错的。就是客厅有人看电视，房间内的人如果关门就都听不到。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我们的主卧区。噔噔噔噔，我们今天主卧一进来呢，这一边呢就是做一个衣橱的设计，那这边就是整面的衣橱。在进来这边这一面呢，也有做一个衣柜，算是为了主卧争取的额外衣柜空间，用次卧的空间往这边推。那这边就是有一个冬衣区，主卧跟次卧的地板呢，都是选用跟公区不一样的，是有点木纹的地板，不过它也是 IWF 的5G 防水地板。主卧走进来这边就是一个双人床，然后它的墙面呢，我们一样是选用艺术漆的涂料，那是走一个比较深色的墙面。它跟电视墙一样，也都是艺术漆涂料，只是它俩是2个不同的颜色。床头呢，我们一样有做一个绷布的设计，这样在床上你也可以躺着这个绷布，然后会比较舒适，睡觉的时候也不会撞到墙壁比较痛。两边都做一个床头柜，那床头柜呢都摆2个上下照明的一个投射灯，在晚上的话蛮有氛围的，就是照明不会太刺眼，也有一定的舒适度。这边有一个格栅的设计，那这个是一个小巧思，它其实后面呢是一扇窗，因为我们自己很喜欢格栅的设计，然后你看，杰利鼠，杰利鼠。因为我们这扇窗，我们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遮挡它。你看这个窗户细细长长，然后上下都有，用蛇帘呢又很短，然后用调光帘那么短的一条，所以我们最后就想到啊，不然我们做一个滑轨门，对，就是非常任性。但是我觉得做起来很好看，就是点缀这个房间也有一个格栅。这个要做的时候要小心的细节就是，它的门片千万要做的比它窗户再大一点点，不然你就会遮光会从这边透出来。但是当初设计师有注意到，所以这个遮光性是非常好的。然后化妆桌呢，这边可以看到，其实这边没有什么化妆镜。但我们化妆镜呢是藏在这个的门片上，那个门片打开的时候，镜子就会在这边，然后收起来的时候，镜子就会收起来。然后这边其实都是一些收纳柜体。那这边的抽屉呢，也是一样做一个拍拍手的设计，避免说你走过去会勾到门把之类的。那你这个怎么解释？那个就是这个走道很大。好，这个走道这边很大，你看，好，这边很大，给过。所以这个设计就是漂亮，就是漂亮好看。对，我们自己挑的5金。好，然后再过来了，这边就是一样，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是要大不大，要小不小的窗户。然后我们也是很烦恼，说这面窗户要怎么样才会好看。这个以前的格局，它是厕所的窗户，对，它是厕所的淋浴区的高窗，就是像这种半腰窗，我们会发现就是做百叶窗就是一个很棒的设计，像是通风啊、饮食其实都很好用。然后它这个的话跟客厅不一样，它是打开的，它不是滑轨式的，因为这边不需要弄到滑轨。然后其实这样设计起来，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对，搭配我们的这个燕麦色漆，为了符合我们最大的坪效规划，把洗手台隔出来，这样有人可以用洗手台的时候，也有人可以洗澡，其实是蛮方便。主浴的话，我们这边选用的是比客浴更大的 Kohler 的这种很深的脸盆。
进柜我们有请木工特别帮我们挖一个卫生纸的洞，很方便可以抽卫生纸出来，就不用放在桌上到处都是。然后旁边做一个开放格，下面做2个缓冲式的大抽屉，可以收纳超多备品。这个是定做的一个柜体。那主翼跟科一样，有做一个微垫高的设计。那上去之后就是一个全自动的马桶，然后配上一个黑色的淋浴柱。那这个的淋浴空间是一个长方形的，整体来说其实还算蛮大的，比客浴还要大一点。那可以看到，因为我们有做垫高的设计，所以我们就算是比较没有那么高，但是以我186来说，我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高度可以使用。我自己用起来也不会觉得很压迫。原屋主是厨房，然后它上面有非常多的管线，都是集中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天花板的高度已经是最高极限我们能做的。然后在淋浴区的话，我们这边还有做一个这一条间接照明，也算是一个氛围灯的概念，就可以有点小夜灯的感觉。主浴这边呢，因为比较缺少开门空间，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做一个滑轨的拉门，然后这边有一个锁，和里面可以上锁。那我们这边2边呢是用这个镀钛的饰板做一个点缀。再来介绍我们最后一区，就是我们的后阳台，就是小小的放一台洗衣机跟烘衣机就差不多结束了。然后就是这样小小的够用就好，因为我们平常也不太晒衣服。然后这个打开的时候，其实你看跟这个瓦斯表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我们的那个尺寸都量得很刚好。然后这边就是刚好放得下洗衣机、烘衣机。然后我们还要做一个后阳台感应灯。以上就是这个房子最奇怪的设计。但你说这个设计不好吗？我们自己用起来觉得其实还蛮方便的，因为主要在洗衣服跟烘衣服就是我们2个，拿回自己衣橱也都是很快可以结束。赞赞。以上就是我们的新家开箱分享心得哦。因为我们这次算是比较任性的一点，把客餐厅变得很大，然后牺牲了1间房间。但是因为我们是根据我们上一间房子居住的习惯，我们发现我们2个最常待在的地方不会是房间，而是客餐厅最多。那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客餐厅如果大的话，其实住起来会比较舒适。比较常在公领域活动的话，会觉得空间感比较大，然后生活起来也会比较心胸会比较开阔一点。对。然后再加上我们之前因为有3间房间嘛，那有一间是客房，后来就是放床跟衣橱，但其实也都没有在用，就是空在那边，那空间也不太能使用，就会觉得有点浪费。然后所以这次就只做2间房间，然后有一间房间还没有固定放床，就是想要有客人来放，来增加自己生活更多的使用空间。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在家工作，如果把书桌可以移到公领域来办公的话，我会一定要窝在书房区里面小小的一个区域办公，那这样一整天下来的心情会比较好。就是要符合自己的生活习惯啦。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人是希望可能主卧房比较大的房子，但我们的主卧就是比较小。对，但是因为我们去主卧就是睡觉而已，所以我们更重视公领域的空间这样。对，然后还有厨房的空间就是比较大，台面比较多。在之前的房子，那个厨房是一字形的，所以如果我在厨房煮饭的时候，他如果来就会一直卡到我的动线，然后我就会把他赶走，所以就变成就只能一个人在厨房煮菜啊干嘛的。那但是现在因为厨房是一个么字形很大，然后也有一个很大的中岛，所以就是我可以在那边做事，然后同时他也可以在里面走来走去帮小帮手这样，就是2到3个人同时在厨房作业都不会是问题。那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加分。那如果不下锁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大的用不带到那么空间。对对，我们现在可以在吧台办公啊，可以在餐厅办公啊，中岛办公，或是可以一直换地方。对，可以一直换地方，转换心情。对，转换心情。然后再来就是主卧的后阳台那个设计，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蛮奇怪的。对，怎么会经过主卧才又到可以洗衣服的地方？之前做这个格局也想了很久，对，到底有没有办法？但是后来是觉得说，以后真的如果有小孩的话，5年、10年内衣服应该还都是我们在洗，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不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会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这样，而是因为有些格局的限制，我们只能这样子规划，才能做最大的品效使用。这样，像前一间房子，我们那时候有提到说，我们非常喜欢那个玄关区，那个玄关区很大，然后我们喜欢回家有一个地方可以卸货啊什么的。但是后来住了一阵子，发现我们在那个空间的时间真的是非常少，所以就会觉得那个玄关区的那个坪数有一点浪费掉了。
就是你平常都在客厅或是餐厅，不会没事在玄关出现。那现在这间房子的玄关就是跟客厅是融在一起的，就不会说要多出1-2坪给玄关。对，有做一个落成区的区隔来说，我觉得其实这样玄关也是蛮够用的。对。然后而且这间房子就是一进来那个客餐厅的那个开阔感是非常好的。对，就会觉得家里真的很大。对，结果其实房间很小。而且这间房子是3面采光，对，3面，所以它非常的通风。这边会比较湿一点，跟我们之前住的地方比起来，那对，有太阳可以从窗户照进来，我觉得是蛮加分。因为之前那间房那时候买的时候是预售屋，然后它的那个雨遮都做比较大。对，那个时候觉得很加分，因为可以雨都不会遮进来，然后夏天太阳不会晒进来，不会热。可是后来发现比较喜欢阳光洒进来的感觉，所以虽然没有雨遮，下雨会比较困扰一点，因为有时候窗框会湿啊，比较湿。就是出门都要关好窗户。对，出门都要关窗户，因为就是比较久之前盖的房子，但是就是有好有坏这样。但是我就是还蛮喜欢阳光照进来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中古屋装潢的话，就是虽然整体来说很累啊，可是就是你有很多东西，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内容，比如说厨具啊，然后或者是淋浴设备啊这一些。当然你说预售屋也可以选浴室啦，浴室比较好一点。那我们的心得大概就这样。大概就这样。对，大概就这样。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连中古屋装潢都略懂，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在下面留言，我们会尽量回答。尽量。好，那就这样咯，拜拜，下次见，拜拜。然后这边有3个抽屉，然后你太快了。然后在这边的话，对，在那边的话展示区规划一个鞋柜跟一个收纳的。然后鞋柜，对啊，突然卡住，你很紧张，卡住，等一下，有做一个贴皮的贴皮的规划，贴皮的不要的部分，贴皮的不要的部分啊。然后再来，刚刚讲到，你要卡了吗？知道的话可以去之前的影片看。所以我现在要重来是？接下来我来讲。等一下，这叫什么啦？鞋柜哦，我们简单，看起来简单一点。我们这边就，我自己跑进去了。要拍奇怪画面进去，点气干嘛啊？然后再洗碗机就讲这样。这是洗碗机啊，洗碗机有什么好讲？干嘛翻白眼？很舒适，很美好。美好。好，相较于上一间厨房来说，就比较方便。有，在床打开门啊，对不起，有事故发生，里面有衣服。等一下，重来。没有要重来。嗨，没有，这样有吗？有啊，有什么？有没有录到？你好，好，就只做2间房间，然后灯啦，它会，然后你等我一下，住进来的感受。